让我们的肩颈、腰背僵硬，越活越像一块肉干，身体紧绷，精神紧张，身心的协调性就开始走下坡路，总是感觉身体好像有点不得劲，容易累，容易疲劳，睡觉似乎也没有办法完全放松，觉得运动呢又很麻烦，难以坚持，但又知道自己的身体似乎需要活动活动、舒展了。也有不少同学在静坐练习的初期和我反映，腿脚特别僵硬，身体坐不住，腿压得特别疼，甚至盘坐都成问题，散盘都做不到。很多同学在这个时候会认为是自己懒，觉得自己没时间，觉得自己如果去练习的话，可能也练不出来一个什么东西。但事实情况不是这样子的，只是呢，我们的身体长期处于一个非常紧绷，但是又不自知的状态，也就是现在这种紧绷、僵硬、腿脚压得疼、韧性不够的情况，只是我们长期忽视身心的结果。其实我们小时候刚出生的时候，个个都是筋骨柔软的练武奇才，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所以啊，咱们其实都是过来人，只不过呢忘了。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怎么重拾身体的韧性，恢复我们自身的天然的流动性。一直以来我分享的内容是关于松脑静坐练习，包括今天的拉伸、拉筋，其实都是属于身心训练。只不过呢，我们通过深度放松、深度静的松脑静坐练习达到的效果是意识清醒。意识清醒，中心明确，有了这个主心骨，就是人们说的归根约静，有了这个根，扎根了，体验到了什么是自己。这个时候清醒、踏实、真实相继有了体验，此时我们的身心会进入自然的协调流通的状态。静的练习归根约静，就好像是这个部分的根，我们有了动力源，有了主心骨，接着身体的训练，我们通过这种拉筋舒展，让我们的神经肌肉达到最佳状态，这部分就是属于柔韧性的训练。如果说我们的筋骨长期不运动、不舒展，就会逐渐随着年龄的增大，就会逐渐体验到筋缩骨硬，就是好像是一把老骨头了这种感觉。小时候一字马都不在话下，慢慢长大了，哎呀，头转过去好像都感觉蛮困难的。但是如果说没有意识清醒，就是没有这个根的部分，我们通过这种运动的动态的身体的训练，它达到的这种平衡只能是暂时的平衡，不可能是有深度静、深度放松这种练习达到的深度的自动的流通和协调。那如果说拉伸完了再去静坐，可能会更有利于我们进入佳静，就是进入静坐练习的佳静状态。静坐完了去拉伸，把静坐当中的这个状态，身融、脑融，就是身体放松、大脑放松的这个状态，就是放在结合拉筋训练的话，就又会事半功倍。静坐练习是身体静下来，意识清醒，意识归位。而拉伸的训练是身体归位。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统一一下观看视频的姿势，可以躺下来。不管在看视频的你是多少岁，现在此刻我们都是宝宝。我们现在就来到了0到3个月只会躺的阶段。这个0到3个月是只供参考啊，就是一个大的数据范本，不具备绝对的参考意义，因为每个人他的生长的节奏不一样，我们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我们刚出生只会躺的时候，每天都在干嘛？那首先肯定不是这样子看手机的姿势，对不对？那手压根都拿不起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先把手机给放到一边，好吗？我现在内容非常简单，大家可以。我们先把手机放在一边，现在的内容非常简单，光是听声音都可以跟着做。我们在这个阶段每天的任务啊，就是躺一会儿，睡一会儿，躺着，醒了之后干什么？看一下自己的手，玩一下自己的脚，伸伸手，动动脚。虽然现在网上有非常多很专业的拉伸拉筋运动的各种各样的教程，我们的注意力如果说看着手机去跟这个人学什么动作，去跟这个人练习什么东西，我们始终有注意力就是把自己的一半放在别人身上跟着做。就是照葫芦画瓢，非常简单。它是什么？它是怎么抬手的？好像就那个达到那个动作的效果就行了。
但是此时我们可能魂都已经走了一会儿了，就是在想等等吃什么烧烤，是吧？我们这个阶段是我们拉出了黄黄的屎都会被爸爸妈妈表扬的阶段，都会哇你好棒啊，拉的屎这么漂亮，好吗？所以我们就完全都不用去 care 要把这个姿势做得多标准啊，要多么的高级，多么的高难度大，没有的事情，我们就是只是看看自己的手，动动脚都可厉害了。我们手是非常灵活啊，是吧？每天在玩手机、打字，各种各样的工作都是手做的比较多，但是我们的脚是不是有很久都没有去，就是还原一下，让我们感知一下我们的脚，就像动我们的手那种灵活感，你给它复制粘贴过去，去感受一下，怎么动都可以。慢慢呢，我们的肌肉力量开始变强了之后，可以开始一些轻微的翻身的动作，比如说腿往这边过来，但是身体往那边看。诶，妈妈在那边叫我，我就过去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也是拉伸的动作。所有这些动作，我们都是可以在早上起床，或者是睡前就躺着就能完成了，非常非常的简单，而且轻量化，顺便可以带入到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毫无技术含量的就能完成非常多的动作。慢慢的可能就会感觉到，哎，注意力回到自己的身上的时候，这种久违的感觉。以上这些动作只是一个思路，但是怎么去做，我们可以结合自己的身体条件，在这个基础上比较轻松的、日常化的，就跟玩一样的去落实它。慢慢呢，我们这个时候会跪了，会爬了，是不是？哎，我们看一下自己多久没爬了，爬的时候是不是感觉膝盖痛？我们不必要非要抱着完成一个动作的心态去完成这些拉伸舒展，我们就是像小时候一样，跟玩一样。比如说，我现在跪累了，真的是跪得好累，就这样耸着，多待一会儿，动动脖子。每一个姿势扭转，四肢撑地，我们平放的脊柱就像猫抓尾巴的游戏一样，头和臀部都向同一侧扭曲，然后右边回来一下，这样左右让它对称。这些所有的动作怎么拉伸，结合自己的身体条件去完成，我们都可以在玩耍中实现。我们可以不断的给自己设定一个条件，比如说我现在只用躺的完成拉伸，设定一个条件。我现在只用爬的或者是跪地的这个姿势怎么完成拉伸，这样我们有了一个限制，而不是单纯的去模仿别人的动作，我们就会无限的在基于自己的这个中心，基于自己的身体条件延展出非常非常多的拉伸舒展的方法出来，而且会感觉到非常好玩。我们现在长时间的站和坐，我们就可以通过前面这两个躺着的趴着的就完成基本的拉伸舒展的动作，对我们的脊柱就会让我们处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状态下完成这些动作。安全性是我们做任何运动或者是任何拉筋动作首要考虑的前提。那接着我们会站了，会走啦，会学习啦，会模仿啦。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如果对拉伸更有兴趣，就可以找一些学习的对象来看，比如说像八段锦或者易筋经。很多人还会在初期问，哎，老师有没有推荐的哪个版本来学习？其实动作和版本不是最主要的，差不多大差不差的都是那个动作就行。我们在初期可以先挑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和自己眼缘的这个动作来实践。我们不是说打了这个八段锦，打了这一套的达摩易筋经12式以后就跟它了，不变了，以后就是它了，无法再变更了，不是的。我们自己熟练了，我们开始实践了之后，会反过来继续对它有个判断。首先就挑一个合眼缘的，差不多先动起来就行了。虽然网上现在有非常多的练习的教程教材，但是很多都是专注于怎么把这个姿势做对，真正应该注意的细节却很少有人提及。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练习八段锦或者易筋经，还有其他像引导术这些各种各样拉伸的方法的
注意点提一下，不管是八段锦8个，或者是易筋经12式，这多少个动作无所谓，重点是我们在做这些招式、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们要给它先拉开，先给它撑开了。我今天可能就只是要一个双手托天，或者是委托线杵这些动作，只挑一个练习都可以，但是重点是我们在一个动作的时候，让这个动作尽可能的持续。一个是静态的，一个是动态的。比如说我们静态的去练这个动作的时候，让一个动作尽可能的持续的更久，同时让它延伸出去。这个时候我们的重点一样不是去看，我好像是学的那个视频的姿势，重点不在那，还是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体条件来。有的人在这儿就已经感觉到身体被拉伸的很痛苦了，有的人在这儿没有感觉。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结合自己的身体条件，永远都是要结合自己的身体条件，不要去对比，不要去只是单纯的模仿表面的姿势、表面的形态，给它拉伸。比如说我们就这一个动作啊，真的就好像感觉双手手臂在无限的延伸，双手立掌，这种无限延伸的感觉，不一会儿持续10几秒钟，或者几十秒，甚至1分钟。这个时候从这一条到手掌心就会感觉到热热的，非常的热乎，就热乎乎的感觉突然一下就出来了，这个时候效果就达到了，就是这样子。那除了这种静态的拉伸动作，感觉今天好像精神状态蛮好的，觉得这种适合来一些这种热闹的拉伸动作，我们就可以继续在这个基础之上，把这一个动作给它扭转翻转，一样是翻到位，给它撑到位，就是易筋经嘛。比如说易筋经就是字面意思，达摩易筋经，它名字其实和肯德基炸鸡是一样的性质，前面是一个符号，后面是这个品种，易筋经，易变化拉筋，就是这样子了，很简单，很浅显，很直白。所以这个就一个动作，我们都可以用静态的、动态的，结合自己的身体条件，结合自己当下的这种感觉状态去诠释它。我们渐渐我们可以把一整套动作记下来了，可以实践完了之后，有的人会说我们是不是要注意一下呼吸，但是一样的，我们呼吸是完全不管的。我们不管是静坐、放松静坐的练习也好，还是拉筋拉伸的训练也好，呼吸是彻底不要去管它。比如说我现在要去对面取个快递，赶紧的用跑的，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把这个呼吸状态调节到就跟狗喘气一样，那个姿势去取快递啊？肯定不用啊，我们跑过去，那个呼吸就自然的跟上我们自己身体配套的这个节奏了。所以我们拉伸也是一样，呼吸是彻底不用去管它，就忽视它，忘掉它，就直接专注于这个拉伸的状态就行了。所以最主要的其实就是让感觉到全身流通，流通了之后就感觉到热乎，感觉到热了，就是能够非常直接的感受到流通，就是方向就对了。我们不要去比，不要去忍，如果说去忍啦，去比较啦，那这个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不是拉筋，是拉伤了。首先安全还是始终是第一的，安全是第一的。从来它的效果呢不在多，也不在多么的花哨，就是让一个动作持续反复给它做透。但是这一个动作我们可以从程度上去调节，可以从速度的快慢上，还有从数量上持续的重复，就是最简单的朴素的改变方式。接着就是关于一些拉筋或者是放松筋膜的辅助的小工具的推荐。比如说我们看到了楼梯坎，是吧？我这儿没有楼梯坎，就用一块砖代替，或者像这种垂直的立面，我们就可以顺势给它拉一下小腿后侧。还有就是一个网球，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放在墙上，或者是就是放在平面上，然后压上去，压到自己很痛的点。还有这种拍打、捶打的工具也很好用。还有这个是我将近10年前买的东西了，叫狼牙棒。那这些小工具我就不一一分享怎么使用了，大家可以根据它的名称加上拉筋或者是网球放松，拼接起来就可以在网上搜索非常多的放松的方法。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如果你感觉到今天的内容比较实用，可以把它分享给你关心的家人朋友。感谢订阅，
再见。